老人站在地铁隧道里，只见他淡定地脱下外套，接着跪在轨道上，拿出一盒宠物罐头后，便开始细细咀嚼了起来。随着地铁呼啸而过，一场惨剧发生在司机的眼前。司机赶忙下来查看，可奇怪的是，现场除了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外，竟还有一只宛若丧尸的猎狗。劳拉第一天来到罗卡福特站工作，值夜班的她心里有些发怵。原来这里流传着许多恐怖的传说。就在2年半前，一个号称黄道杀手的男人将一家4口绑到了罗卡福特站里。紧接着，他用手指上的颜料在受害者的脸上画出特殊的符号，便开枪杀死了孩子的父母。尾随而来的警察听到枪声，赶忙循声而去。可奇怪的是，那只长相狰狞的猎犬竟也在现场。最终，警察因为失手杀人而丢了工作，整日浑浑噩噩地用酒精麻痹自己。这天夜里，劳拉正值着晚班，监控里似乎有道黑影一闪而过，可她并未在意。突然，耳边传来一阵声响，劳拉赶忙前去查看情况。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睡袍的男人正无声无息地跟在她的身后，直到站台上，劳拉才终于发现了对方的身影。原来男人正是开头发现尸体的地铁司机。只见他仿佛失了智一般地站在站台边缘。劳拉好心地开口询问。很快，心理医生便开始为工作人员做起了心理疏导。可轮到劳拉时，经过此事，劳拉的内心变得惶恐不安，甚至每天晚上都能梦到有人跳下了站台。这天夜里，劳拉再次从噩梦中惊醒，突然，她感觉厨房传来一阵动静。劳拉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只见一个男人正站在燃气灶前，不知在加热什么。男人转过头来，竟是那天跳下站台的司机。劳拉被吓得脚下一软，下一秒，好在室友及时出现，这才没有酿成大火。第二天，劳拉来到车站，却得知最近又有2名同事失踪了，发生了诸多诡异事件，让劳拉觉得这一切并不简单。经过一番查找，劳拉在一本自传中发现那位抓住黄道杀手的警察就住在附近，于是叫上闺蜜一起，二人走进一家中餐馆。眼前这个落魄的男人名叫伯特，本是一位心怀正义的警察，却因为这座站台而改变了命运。得知罗卡福特站再次出了命案，而劳拉也深陷幻境之中，担心他会重蹈自己的覆辙，于是决定调查出事情的真相。二人来到了司机的住所，凭借警察丰富的经验，伯特很快便找到了对方的家门钥匙。走进房间，二人四下搜索了起来。死者是个单身狗，伯特并未发现什么异常。可当他走进浴室，墙面上密密麻麻的贴纸引起了他的注意。拉开浴帘，伯特震惊地发现，墙壁上竟都是罗卡福特站曾经发生的命案，甚至还有自己当年将黄道杀手抓捕归案的报纸。伯特瞬间意识到，也许还在监狱中的黄道杀手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第二天一早，伯特找到了2年半未见的同事，一番软磨硬泡下，终于要来了当年黄道杀手的审讯记录。伯特叫来了劳拉，随着磁带转动起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黄道杀手说道，自己并不想杀人，可头脑中却有一个声音在逼迫着自己，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条狗。只要你注视过他的眼睛，那么就像是中了诅咒一般，会不停地看到各种幻象，直到无法分清现实后，要么不停杀人，要么像司机一样惨死在罗卡福特站台。可对方的话实在太过天方夜谭，从黄道杀手的证物中还发现了一张借书证。二人来到图书馆，读取出卡片的信息后，这才惊讶地发现，对方竟在短短1年间将同一本书借了11遍。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劳拉找到了这本书，可刚刚翻开，一股后背发凉的感觉突然袭来，几张插图顿时掉落在了地上。劳拉慌忙捡起，就在这时，一张图片却让她感到有些熟悉。那晚看到的猎犬脖子上戴的正是这种由荆棘做成的项链。突然，幻觉再次袭来。根据书中的记载，这种由荆棘做成的项链正是当年生活在美洲的土著人戴在脖子上的东西。那枚形状奇特的骨头，则是阿兹特克文明中掌管日落的恶魔夏洛特手下的奴隶必须佩戴的，并且根据传说，死者的灵魂将会附在狗的身上，然后离开人世。就在这时，伯特发现了一张纸上满是特殊的符号，原来这是阿兹特克文明中的数字，可这些数字却让他感到无比熟悉。突然，伯特猛地想到，当年被黄道杀手残害的几人脸上都留下了这样的标记，难道这代表他杀害的人数
可这些人与他无冤无仇，他做的这一切意义何在呢？于是伯特再次找到了曾经的同事，可原本温顺的狗子却对着劳拉狂吠不止，又是一顿软磨硬泡。同事终于答应他与黄道杀手在监狱中见上一面。很快，二人便来到了监狱。短短2年半的时间，曾经的黄道杀手就变成了一个形如枯槁的老人。伯特询问对方为何要在他们的脸上写下阿兹特克的数字。黄道杀手告诉二人，30年前自己还在墨西哥做着传教士的工作。某天傍晚，他被喊来做一场驱魔仪式。眼前的女孩在杀害了自己的兄妹后，也选择了自我了断。而这已经是小镇上半年来发生的第3起相似的案件了。黄道杀手念念有词地洒上圣水后便准备离去，可他却出于好奇拿走了女孩手中的项链。自此之后，他便成为了恶魔的奴隶，只有收集100个灵魂献给恶魔才能重获自由。可眼下的他显然已经被抛弃了。在伯特的逼问下，对方却像是打哑谜一般，表示吊坠被藏在了密西西比，可他连护照都没有，怎么可能去过密西西比州？气得伯特拳脚相加。回到家中，劳拉只觉得一筹莫展，可闺蜜却在此时送上了助攻。原来她从报纸中偶然发现，附近有一个名叫密西西比的游乐场，关门大吉后，她的设备都被丢进了地铁站里那条废弃的线路里。3人来到地铁站，顺着轨道没有走出多远，一扇隐蔽的铁门出现在了眼前。伯特3两下便将它撞开，这里果然堆满了游乐场的玩具。可想要找到一条吊坠，无异于大海捞针。没走出多远，伯特却突然发现身后的2人不知去了哪里，而劳拉与闺蜜也在寻找伯特的身影。突然，劳拉惊恐地发现那只可怕的猎犬凭空出现在眼前，接着竟朝自己走来。就在劳拉深陷幻觉、六神无主之际，跟随着闺蜜的指引，劳拉朝着深处走去。可突然，劳拉吓得撒腿就跑，没想到自己的闺蜜也早已成为了恶魔的奴隶。不知跑了多久，劳拉的耳边再也听不到闺蜜的声音，这才停下了脚步。可下一秒，等到劳拉醒来，这才发现自己被拖进了车厢里。只见她拼命挣扎，与闺蜜扭打一团。劳拉顺手捡起地上的钢管，就朝着闺蜜狠狠挥去，一下又一下，直到对方终于没了动静。此刻的劳拉彻底崩溃了，可为了活下去，还是要赶忙离开这里。突然，她迎面撞上了还在四处打转的伯特。劳拉惊恐地讲述着刚刚发生的事情，可伯特却表示：“Моя подруга, мы в ресторане были вместе。” В ресторане ты была одна? 难道这一切都是恶魔设下的幻象？伯特看着劳拉手中的钢管与上面的血迹，顿时警觉了起来。就在这时， Крис нашла Миссисипи。很快，伯特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劳拉自然成为了首要嫌疑人。警察冲入他的家中，只见浴缸里正躺着2具尸体，正是劳拉失踪的2名同事。与此同时，劳拉搬到了外婆的家里，而她的口袋里装着的正是那串由荆棘做成的项链。此刻的劳拉已经无法再分清现实与虚幻，她将接替黄道杀手的工作，而可怜的外婆显然就是下一个受害者。